驾驶吗？又来了，你看，我不要慌，不大事儿。现在心有点抖啊。对了，玩的是个心跳啊。哦，这是我们遇到的最痛苦的一次辅助驾驶评分。这一次我们又测了4辆车，它们分别是被动安全标杆沃尔沃 XC60， 曾经的国货之光吉利博瑞，还有人称 K 歌之王的比亚迪汉 EV， 还有造车新势力4哥威马 EX5。这4辆车呢，都是由单目摄像头加3毫米波雷达的硬件布局。不过威马、吉利、比亚迪采用的呢都是博世提供的打包方案，沃尔沃采用的是 Mobileye iQ3 的感知芯片。虽然这几辆车的感知硬件差异不大，但是表现却是远超我们预期的。这次测试呢，我们依然分为了8大场景，实际测试的结果呢，稍微有些跌破了我们的预期。所以呢，我先花比较大的篇幅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的拥堵测试。拥堵路考呢，我们还是在下午的5点，在上海的外环高架上进行测试，因为这就是上海最堵的时候。拥堵路考的话，就是脑子抽风的那种，你必须要找最堵的时间去，跟大家一起挤在一起，一起取暖。不过我们也没有想到，路考中这些车能出这么多幺蛾子。除了沃尔沃 XC60 以外呢，另外3辆车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非常惊险刺激的场景。测试员黄老板被吉利博瑞急促的刹车吓得叹了一口气。刚刚这个后面差点追我尾了，这个辅助驾驶刹得太急了。比亚迪汉的测试员白龙同学因为辅助驾驶高频出现危险，整个测试过程中呢，精神几乎就没有放松过。他这个跟车距离调到最近，然后特别刺激，就是你上面，你看。而老司机昌浩呢，因为威马 EX5 迟钝的反应速度和低速画龙的状态呢，全程几乎都在口吐芬芳。说来就来了，放闪灯都刹出来了，你看吧。我们发现呢，因为设置为1档，这3辆车的刹车点呢都非常靠后，而且成绩的表现呢也非常不稳定。好几次测试呢，因为已经到达了测试员心理极限了，车辆呢还没有做出反应。我自己刹了，我害怕了。知道啊，这肯定你自己刹了呀。第2天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些补充测试，不过这一次呢，我们将吉利博瑞、威马 EX5、比亚迪汉的跟车距离呢设置为了2档，沃尔沃呢仍然保留在1档。第一项呢就是最短跟停距离测试，合适的跟停距离既不容易被加塞，也不容易对驾驶者造成心理压迫。在这方面呢，沃尔沃作为老牌车企做的是最好的，跟停距离呢只有3.25米，多次测试的表现呢也非常稳定。剩下3辆车呢，在跟车距离设置为2档的情况下，威马 EX5 是3.45米，吉利博瑞和比亚迪汉呢分别为4.65米和4.45米，都在4米开外。当然，光跟停距离近呢并不够，刹车的力度呢也非常重要。只有把刹车力度和跟停距离都控制到位了，拥堵路况下的使用体验呢才可以得到保证。在动态测试过程中呢，这4辆车的识别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减速呢都控制在了-0.15G 左右啊，非常优秀。但是如果前车刹的相对急促一些呢，吉利、威马、比亚迪由于识别速度较慢，所以呢留给车辆的反应时间呢并不够多。结果呢，就是每一次刹车都会非常的急促，实际的使用体验呢并不够好。哎呀，这跟坐过山车似的。最严重的一次，我们刹不住，刚刚发生了什么呢？还用米其林呢？这玩意儿还趁吗？就是这个刹车的时候实在是极限来的有点太晚，辅助驾驶呢也刹不住，然后我人工介入之后已经为时尚晚。当时呢跟车距离设置为1档，由于前车减速度较快，后车呢来不及刹车。这里呢有我们操作上的失误，但是呢也反映了真实的危险情况。所以在这里呢，我一定要强烈的建议大家，在使用这几辆车辅助驾驶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把跟车距离设置为1档。在前车静止的状态下，这4辆车没有一个可以成功识别。刹！不太对，刹车。这也是我们测试到现在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我们把测试车速不断降低到了30公里每小时，仍然有车辆无法成功识别。没有啥的意思。在经历了几十次测试之后呢，大家都已经开始有点习惯这种刺激了。
对于单目摄像头而言，识别路面上静止物体的难度呢，确实会高于运动的物体。这样的场景呢，也确实存在一定的挑战。但是，如果你的算法足够优秀，也是可以稳定识别的。比如我们之前测试过的理想ONE、凯迪拉克 CT6 都是可以稳定识别的。最长停起时间上，这4辆车的表现呢非常一致，都是5秒以内的水平。在堵车的时候呢，都需要驾驶员高频的介入，体验呢并不是特别好。加塞测试是面对拥堵路况下，系统对加塞车辆识别能力的测试。在动态加塞测试中呢，这4辆车都可以正确且及时的识别到加塞车辆，并且减速控制车距。当然了，我们测试过程呢也没有那么的极限。原来的静态加塞测试呢，由于我们很难做到控制变量，所以呢，我们把这项测试换成了最近高频出现事故的1/4车身入侵车道测试。在这项测试中呢，障碍车会在测试车的左侧车道压线行驶，测试车呢以5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开着辅助驾驶行驶。我们希望以此能够测试出测试车能否准确的识别到车道线和压线的车辆。不过非常遗憾，我们本次4辆的测试车呢，碰到这种路况呢，都选择了无视。总的来说，拥堵路况呢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变量极多的场景，对车辆的识别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现在呢，我们为大家展示一下本次拥堵测试的总排行榜。得分在35分以上的车型呢，或多或少都可以在拥堵路况下对驾驶者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得分越高呢，驾驶者就越轻松，体验也越好。得分低于35分的车型呢，我们并不太推荐大家使用。由于识别能力较弱，使用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因为操作不当出现一些危险。出去了，压线了，其实。车在这里边就是这么前进，人家车都这么走。第2趴是弯道测试，我们找了3条不同曲率的弯道 ，A 级弯曲率最大。这一次最强的沃尔沃呢，非常努力的通过了前半段，但是到了后半段呢，虽然仪表上显示辅助驾驶仍然在工作状态，但是车呢其实已经出现了。剩下3台车呢没啥悬念，基本上呢都是刚刚入弯就退出的水平，都不带挣扎的。B 级弯呢长度最短，但是呢曲率也不小，4辆车退出的呢都很干脆。C 级弯的曲率呢小了很多，但是路线呢也比较长。最强的沃尔沃呢稳稳的通过了全程，吉利和威马呢坚持了1/3之后呢还是放弃了。对于比亚迪汉嘛，正常路上都会退出，到了弯道呢自然也是直接躺平。其次呢是雨天测试，每一次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不确定性呢就是在等雨。每一次呢都是在测试路段附近的停车场，一看到有动静立马就出发，但是出发之后呢雨又停了，也是常有的事儿。乌云，你快过来！乌云，你快过来！我们今天的测试就等这场雨，就等这个乌云了，别的都干不了，就等它下雨，我们才能完成接下来的测试。天公快点作美吧！停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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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铃铃。感谢上海这座城市，在我们跑空了几次之后呢，总算是没有错过。在雨天的弯道测试里呢，这4辆车的表现都和白天一样，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白天大家都过不了。到了夜间呢，情况比较特殊，沃尔沃在 C 级弯呢只过了一半。更特殊的是，在 A 级弯测试里，沃尔沃竟然连功能都没能开启。在后续的测试中呢，我们还发现，在夜间且仅有单边车道线的情况下呢，沃尔沃的开启成功率远低于白天或者两边都有车道线的情况。在夜间和雨天相对通畅的路考中呢，这4辆车的表现呢都比较一致。即使是之前比较拉胯的威马和比亚迪，也可以起到一点点的辅助作用。到了高速路考中呢，我本以为这是一个大家都比较擅长的场景，但是比亚迪汉呢却……接下来呢是特殊场景稳定性测试。首先呢是隧道和逆光这2个光线环境会出现比较大变化的场景，考验的呢是辅助驾驶的摄像头。这4辆车呢都很争气，顺利通过了。车道1变2和2变1是我们在地面道路和高架上高频遇到的一种场景。无论是前方有车还是无车，沃尔沃呢都可以成功的识别到车道线，顺利通过。吉利博瑞呢则只通过了前方跟车环境下的2变1场景。威马和比亚迪呢则原地凉凉。无车道线路口呢，则是对车辆辅助驾驶、跟车能力以及对缺失车道线预测能力的考验。沃尔沃、威马、
吉利都具备跟车的能力，所以在跟车的场景下呢，都可以顺利通过；无车呢，则无法通过。比亚迪汉呢比较专一，无论有车还是无车都无法通过。剩下难度最大的雪糕筒测试呢，就不过多赘述了。我觉得结果呢，大家应该都猜到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特殊场景稳定性的总得分。在这一项里呢，总得分越高，意味着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呢，连续性就越好。再说自动泊车，比较遗憾啊，大家最期待的沃尔沃 XC60并没有这个功能。而比亚迪汉呢，虽然在仪表上有自动泊车的按键，但是我们反复尝试了之后呢，仪表上一直显示的是该功能受限。至于威马和吉利，二者的能力呢非常接近，可泊入车位的类型一样，极限泊车能力一样，泊车完成姿态一样，用时呢也非常接近。从泊车速度和极限泊车能力这两个指标来看，威马和吉利的表现足够令人满意，至少能够帮很多新手把车停进车位里。不过泊车前呢，都需要提前打开自动泊车功能，选择泊车类型。体验上呢，并不够无感。在泊车的过程中呢，驾驶者需要长按泊车按键，而且大家在松手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这要是不小心手一哆嗦，像我这么拿开，这人都给你晃出去。泊车过程中呢，车辆的加减速也不够线性，而且接近障碍物的时候呢，刹车也非常急促吓人啊！最后是交互，这是人和车唯一的沟通方式。一个优秀的交互呢，可以让人和车更好的协同工作。威马和吉利呢，都可以在仪表上显示出识别到的车道线和车辆，但是显示的内容呢，也是非常有限的，很难反映出真实的路况环境。不过开启前后呢，仪表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威马每一次开启退出前呢，也有不同的声音对比，至少呢可以起到一定的提醒作用。沃尔沃和比亚迪呢，则几乎没有任何可视化。比亚迪呢，无论是开启还是退出，都没有任何的声音提醒。测试员只能通过仪表上两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指示灯来判断。加塞的来了，加塞的来了，走！哎呦，你不要慌，不大事儿。哦，退了，什么时候退的？这4辆车中，沃尔沃作为大家认知里辅助驾驶的鼻祖，表现呢差强人意。在我们这些测试过程中呢，也没有出现高频的退出情况，表现呢比较令人满意。但是这套在17年就推出，至今没有太多迭代更新的系统，和蔚来、理想、特斯拉这些持续更新迭代的新势力比起来，显然有一些廉颇老矣的味道了。至于吉利和威马，虽然这两辆车受限于成本问题，没有很强大的辅助驾驶硬件，但是在我看来，更核心的问题在于这项功能在企业的内部研发占比并不够高，更像是从供应商手里买来，没有经过太多优化，草草装车后的结果。毕竟从硬件层面来看，单目加3毫米波雷达的能力上限还是非常高的。最意外的呢，当然还是比亚迪汉。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测试的总分。作为比亚迪家族的新旗舰 ，D-Pilot 成为了42 Mark 中唯一一个得分只有2位数的车型。我实际体验下来呢，这也更像是一个 ACC 加 LKA 的功能。我一度怀疑是我打开方式出现了什么问题。在这个 L2 辅助驾驶激增的时代里，我们希望每一个车企都能够用心的打磨一套真正好用的辅助驾驶给消费者，而不是贴一个 L2 的标签，浑水摸鱼，滥竽充数。更不希望看到某些车企在宣传上大张旗鼓，在体验上却惨不忍睹。这也是我们打造42 Mark 的初衷，希望通过一个标准化的评测体系，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到每辆车辅助驾驶能力的差异。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任何一点点帮助的话呢，欢迎转发、评论、点赞。这里呢是40号车库，我是63，我们下期再见，拜拜。